抗争、胜利、觉醒、求索、进京。信仰的足迹，北京红色记忆。半沟流照三秋淡，一列分波平静明。这曾是卢沟晓月的静谧图景，却在80多年前被骤然撕裂。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惊醒了卢沟桥上沉睡的石狮子，也点燃了民族危亡的烽烟。在这见证了800年风雨沧桑的古桥畔，中国第29军将士以血肉长城，浇筑起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的第一道防线。1937年，29军浴血守卫的不仅是宛平古城那斑驳的城墙，更是一城二桥的命脉。宛平城、卢沟桥与平汉铁路桥，扼住了平汉新卢铁路的咽喉。古老的砖石在炮火中震颤，而这震颤恰是搅动整个中国的风暴起点。此刻，我们就站在卢沟桥上，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刘老师，您看今天这天气啊，有一点阴雨绵绵的，再配上卢沟桥的石板路，特别有那个年代的代入感。还真是啊，88年前啊，77事变前后，天气跟今天一样。而且这个细雨啊，落在整个卢沟桥两边的这个石狮子上，一下就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小学课文里啊有这个照片。你说的77事变的时候，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方大僧拍的哦。实际上29军那个士兵拿着枪，枪是对着那个方向，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大伙儿都以为啊，这个卢沟桥事变，中日双方的军队争夺的是咱们那个卢沟石桥，实际上是这个方向平汉铁道桥。当时的说法叫一城二桥，一城就是前面的宛平城，二桥卢沟石桥，再就北边不远的当时平汉铁路桥。为什么争夺那个桥呢？当时的北平周边是这么一个局势，它的北边是伪蒙军，东北边是伪满洲国，东面是汉奸윤若庚建立的冀东防空自治政府，而丰台镇也被日军占了，只有这西南方向这个平汉铁道桥是当时北平和外界联系的唯一的交通大动脉。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切断平汉铁路桥，然后把北平变成一座死城，进而呢推动华北自治，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那就说明这里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左边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叫京广铁路了，右边又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盛世繁华的场景，车水马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37年7月7号，我们的29军在这儿到底经历了一场怎样残酷、血雨腥风的战斗？1937年7月8号，29军3营10连1排的排长沈忠明，就是从这儿带领他这个排增援平汉铁桥东端的阵地，在和日军的激烈战斗中壮烈殉国。他其实啊还有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咱们在抗战馆里边看看他的那个文物就知道了。太好了，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好。今年呢，也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了缅怀先辈、铭记历史，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用这些珍贵的资料和陈列回忆那段抗战岁月。刚才咱们说到沈忠明还有另一个身份，这儿就有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沈忠明啊，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共产党
地下党员啊，地下党，对对对，是我中共党员。对对，中共党员。你看这个证明书上这儿写的，沈忠明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沈忠明的身份和烈士证书，这次展览是第一次公诸于世。沈忠明烈士的后人捐赠给抗战馆的。哦，这个大刀应该就是当时我们29军跟日寇作战使用的武器之一。对，那个大刀其实跟普通的大刀有点不太一样，相比传统的长柄的大刀啊，更适合近身肉搏战，而且听说它的重量也不是很沉，基本在4斤左右。对对对。第一呢，为了防止我们的战士长期行军啊，携带武器过于的消耗体力；第二呢，听说这个4斤左右啊，当时的女革命家都可以拿起这大刀去作战。今天呢，我正好还邀请了您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扬威老师，跟我们来一起探寻卢沟桥的故事，包括也让杨威老师一起试试这把大刀。让他试试，来，让他来。这主意。杨威老师，杨威老师好，金建老师好。就我们刚才在说这把大刀啊，一会儿您准备试试不？这现在就是在陈列柜里哈，如果要是在外面的话，我还真是想拿起来感受一下哈，当时我们这个巾帼不让须眉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当时在河北沧州有一位武术大师，教会了我们西北军怎么样舞大刀，而且还设计了破风八刀。今天就有一位河北沧州的武术传承人来到现场了。那太好了啊！那我们要不要拿着这把刀子？这个不能拿，这不拿，他那儿有，我一会儿拿试试。好，那我们先出发。每一招特别有力度，招招之力，真是把防守和进攻瞬间转化啊！好，确实有气势。哎，对，特别有气势。今天我们有幸啊，请到了我们破风八刀的传承人张楠老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这把刀有什么特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它刀的组成形式：刀刃、刀背、刀尖、刀柄、刀钻。这个它的作用是为了不让刀脱把。明白。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对手，因为它动起来之后，它会甩起来。我掂量掂量啊，先。对。哎呀，别说还真是不重啊，应该也就是3、4斤左右，是吧？对，我能来一下是吗？你得用7、8斤的刀，7、8斤的刀。但是我确实感觉非常灵活，对，特别适合近身作战。对，那您再给我们讲讲破风八刀的这个刀法。笼统来说，它是分8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拆开之后呢，它都有它的相应的技法变化，再就是动作的组合。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环环相扣，它可以任意的，它可以灵活的变换。对，在战场上实用性比较好。对，让我们为张楠老师，还有张楠老师身上我们传下来的中国武术魂鼓鼓掌。谢谢。哎呀，刚练完这个破风八刀，感觉身上充满了阳刚之气啊。说到了我们的大刀队，其实也能让我们想到29军啊，还有很多名垂千史的英烈们。比如说很著名的张自忠将军、佟麟阁将军，包括张德宇将军。现在的北京啊，有赵登禹路、对，佟麟阁路、张自忠路，对，还有赵登禹中学、佟麟阁学校、张自忠小学、自忠小学，对，挺感动的。因为自忠小学的校址其实就是张自忠将军的私人宅邸，是在他牺牲以后，女儿就把宅邸捐了出来，变成了现在的自忠小学。是的，是的。包括毛主席当时对2位将军也有非常高的评价，说他们是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其实刚才在想到我们整个29军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还是在阵地上坚守了将近1个月，损失很惨重。虽然由于装备的悬殊太大，我们最后撤离了平津，但最重要的就是唤醒了我们整个还在沉睡的中国人，而且打破了日本3个月内消灭中国的这种狂妄计划。对，卢沟桥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开始。是，形象地说，中国这头睡狮醒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觉醒的呐喊已响彻华夏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无数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投身救国行列。
1937年，周恩来起草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全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迅速开辟了敌后战场，无数如白蚁化般的共产党员涌现出来。前面就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展板，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第10团团长白蚁化。毛泽东主席曾经就说过，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他的胜利离不开正面战场，也离不开敌后战场，而白蚁化正是敌后战场的典型代表。对，白蚁化呀，他是中国大学毕业，大学生打仗特别灵活，游击战术啊，出神入化。对，这大才子，而且人称小白龙。对，小白。而且他这个团还有一个特点，大中专学生毕业的70多个人。哦，在当时可以算叫知识分子团啊。那整个不但白蚁化，他这10团都灵活机动，特别能打仗。很可惜的是啊，1941年2月4号。在密云马岩西山的一次战斗中，白蚁化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那这些英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去敬重的。我就在想啊，那如果正在战斗的一线指战员，他最想念的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对家里的惦念。如果在那个时候能有一封家书，可能就更有精神头，在战场打鬼子。烽火连3月，家书第1万集。现在我们呀，到前面再去探访，看看抗战家书。对，抗战的家书，那我们去探寻一下。走。这就是左权将军的家书。说到左权将军，其实很多朋友就太熟悉了。对。那左权将军是1905年出生，牺牲时才年仅37岁。对。是我们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的将领。没错。当然，作为女性哈，还有一点让我特别的动容，就是左权将军和他的妻子刘志兰之间的感情特别的好，我们从家书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而且这个左权将军应该是出了名的爱老婆。没错，战将也有柔情的一面。当时左权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刘志兰呢在中央党校学习，小小的左太北啊在演保育，一家3口在3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在战斗之余啊。左权将军对他们母子很牵挂，经常写信询问，那种感情的真挚，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咱们看看左权将军的家书，铁汉柔情。对，11封。对，来，我们先随便点开一封。芷兰，亲爱的，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3个人分在3地，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是痛快极了。芷兰，亲爱的，我深知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诚恳，你是我最好的妻。当得到你的牺牲的通知时，陷我于绝望的悲痛中，愤恨填膺，血泪河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更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两位老师，咱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空间了哈。很多年轻的观众们都说啊，当时很多的将士、爱国青年，其实他们的年龄跟现在的年轻人是相仿的。没错。所以呢，他们就发来了一些青年之问，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当年那些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上战场的时候，怕不怕？我没有上过战场，但是我采访过上过战场的八路军老战士。上战场怕不怕？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来不及怕，只有不怕才能打败敌人，自己才能生存。如果怕，你前面只有一条路，阵亡。没有人生来勇敢，只是他们选择了无畏。也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还有啊，现在的我们除了记住这段历史，还应该做一些什么，才不算辜负他们呢？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珍惜先烈们用鲜血与生命为我们换来的幸福和美好，就是今天我们能做的最简单也最淳朴的事儿。